德国最新坦克豹3终于来了，当然，此豹3并非之前的 VT 坦克，而是豹2的下一代。德法推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之后，原本计划在2035年就正式列装，以替代德法现役的豹2与勒克莱尔。不过各位也都知道，合作研发虽然能省钱，但是太过麻烦。在经过一番扯皮后 ，MGCS 项目成功延期，列装时间越来越晚。就目前来看，到2040年或2045年才能装备部队。于是德国就需要一款新坦克作为豹2与 MGCS 之间的过渡型号。在2024年就有消息称，豹2 A8 或豹2 A RC 3.0 会成为这款过渡型号。不过就实际情况来看，德国还是决定研发一款新坦克豹3。问题来了，明明只是过渡型号，德国为什么要建造一款新坦克？相比较现有的豹2、豹3又有哪些升级？能否应对未来战场？2012年，德国与法国提出 MGCS 项目，研发一款新坦克，替换两国现役的豹2与勒克莱尔。预计2035年正式列装，并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KNDS 来领导 MGCS 项目的发展，以确保公平。2017年 MGCS 项目正式启动，由德国克劳斯马菲威格曼与法国奈克斯特公司牵头。得益于出色的性能，也有部分欧洲国家对 MGCS 项目感兴趣。只是就像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联合武器很麻烦，二者的需求不同。就拿 MGCS 项目来讲，在2023年的时候，德法都快谈崩了。法国想要一种比较轻的车型，而德国则是希望选择一种较重的车型。虽然最终二者达成一致，研制一款重量在50至60吨之间的坦克，但时间已经耽误了，加上技术太过先进 ，MGCS 项目的进度比较缓慢，无法按照预期列装。根据当前的预测，大概还需要20年的时间 ，MGCS 才能列装部队。很明显，在战场急速变化的当下，豹2无法坚持几十年的时间。为了满足武装部队对坦克的需求，德国要在豹2与 MGCS 之间添加一个过渡型号，这就意味着新订单。于是 KNDS 公司出手了。2024年6月 ，KNDS 公司在欧洲防务展上展示了4款新型坦克，其中2款坦克都是瞄准豹2替代品缺的，分别是按照传统改进的豹2 A8 与主打创新的豹2 A RC 3.0。豹2 A8 属于豹2的最新款，以豹2 A7 加为基础，在装甲和火力方面进行了升级，还加装了欧洲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，性能相当出色。德国、挪威、捷克都很看好豹2 A8，只是豹2 A8 属于保守派，性能较好，但没有很出彩的地方。相比之下，豹2 A RC 3.0 则是彻头彻尾的激进派，其整体轮廓已经与豹2不同，只有底盘、履带和负重轮一样。豹2 A RC 3.0 最大的特点就是140毫米滑膛炮，大幅度增加火力，整体性能很像4代坦克，无人炮塔、自动装弹机、3人车组，并且可以发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。动力系统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从法国和德国在混动系统上的造诣来看，后期或许会换成混动。从性能来看，豹2 A RC 3.0 很不错，作为一款过渡型已经足够了。不过德国似乎没有看上豹2 A RC 3.0，还是计划建造一款新坦克，也就是豹3。从德国当前公布的消息来看，豹3的升级主要覆盖3个领域，火力、机动和防护，也是坦克最重要的3个指标。2月5日，德国国防和安全网站报道，德国联邦国防军已经委托 KNDS 公司、莱茵金属、亨索尔特公司开发新的发动机、各种类型的130毫米弹药、新型保护系统等，将这些新技术整合到一个平台上，就是豹3。也有人将其称为豹2 AX 或者过渡解决方案。就目前来看，豹3的主要火力要比德国当前的豹2更强，其采用130毫米主炮，并配备了3种不同类型的弹药。以上这些任务都交给莱茵金属公司负责。对此，火力军只能说毫无难度。早在2016年，莱茵金属公司的52倍镜130毫米滑膛炮就以原型形式亮相。现在已经过去9年的时间，在此期间，莱茵金属进行了大量的模拟和研究，相关技术早已成熟。弹药呢就更不用说了，德国国防军授予莱茵金属的任务中包含3种130毫米弹药，分别是 DM13 试验资格弹、DM11 多功能高爆弹、DM23 动能穿甲弹。对于莱茵金属而言，这就是小菜一碟。2016年的时候，莱茵金属的工程师就表示，大概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就能完成武器与弹药的开发。到现在已经9年了，火力军有理由怀疑，在弹药和武器方面，莱茵金属已经完成技术方面的问题。至于130毫米滑膛炮的火力，火力军只能说的确更强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。在2016年的时候，莱茵金属公司就表示，相比较豹2目前使用的120毫米滑膛炮，
130毫米滑膛炮的威力更大，其炮口动能要比120毫米滑膛炮高了50%，炮弹的亲彻力更强，可以穿透更厚的装甲，而且口径更大的火炮也就意味着更长的炮管、更高的初速，可以打击更远的目标。在打击敌方阵地与坦克近距离作战时，更长的射程也就意味着更高的安全性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豹3使用130毫米滑膛炮，威力的确是更大，但改动坦克口径会造成连锁反应，整个坦克都需要进行调整。扩大口径，滑膛炮的后坐力也会增大，而且130毫米滑膛炮的重量超过 3.5 吨，120毫米滑膛炮大约只有3吨，这就需要豹3改进悬挂系统，以及更重的炮塔结构和坚固的底盘。口径变大，炮弹的尺寸和重量也会发生变化。就莱茵金属公布的消息来看，一枚130毫米口径的炮弹重量在30公斤以上，而当前豹 2A7 所使用的炮弹每枚重量大约为21公斤。加长弹药尺寸的变化，坦克的携弹量会减少。一般情况下，口径120毫米的坦克可以携带40枚弹药，但口径130毫米的坦克携弹量就降低到了30发左右。不过考虑作战效能的问题，这点并不算缺点。这30发130毫米炮弹的作战效果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40发120毫米炮弹。130毫米的滑膛炮可以击穿2000米外900至1000毫米厚的均质钢板。以前需要2炮120毫米才能解决的问题，现在1炮就能搞定。只是炮弹重量太大，导致豹3很难实现人工填装，需要安装自动装弹机。对于德国而言，虽然目前豹 2A7 仍然是人力装填，但是为坦克加装自动装弹机并不难。KNDS 公司推出的豹 2A RC 3.0 口径可以是130毫米，也配备了自动装弹机，最快可以达到10秒发射3发炮弹。只是采用自动装弹机的话，又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，维护和保养的难度更高，成本也会上升。当然，对于坦克设计而言，以上这些操作并非一点好处都没有。装备自动装弹机之后，豹3可以将成员数量降低到3人，加上无人炮塔的存在，坦克可以缩小体积，也能降低重量。就比如豹 2A RC 3.0 以豹 2A7 为基础，但是在加装一系列新技术之后，豹 2A RC 3.0 的重量却降低到60吨，比豹 2A7 加的72吨轻了12吨。在防护保持不变的情况下，可运输性大大增加。豹3的重量大概与豹 2A RC 3.0 差不多。当然，硬件升级只是一方面，豹3在软件上也有一定的升级。火炮自动校准装置都是标配，火炮系统会自动补偿坦克的移动、目标的移动与环境因素。炮手只需要锁定目标，系统就会完成校准和瞄准。这个功能在豹 2A7 上也有，不算什么新技术。不过豹3还将多一个炮管校正系统，这是为了补偿炮管弯曲的影响。坦克炮在发射炮弹时，炮管内部的温度与膛压很高，这可能会造成炮管弯曲的问题，从而影响主炮的精度。在豹2上面，这点需要炮手负责校正，而豹3追求全自动化，在配备炮管校正系统之后，就不再需要炮手定期进行手动调整。此外，从德国国防军的指标来看，亨索尔特公司还将为豹3提供新型光学探测装置，以加强对自身对战区侦察能力。在防护方面，豹3并没有无脑对装甲，而是加装主动防御系统，这点也是各国新坦克的追求目标。对于坦克而言，无脑对装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或者说主战坦克的吨位已经没办法继续增大了。以色列的梅卡瓦斯达到了65吨，美国的 M1A2 SEPV3 68吨，德国的豹 2A7 加更是达到了72吨。再继续增加也没有意义，反坦克武器太多了，并且继续增加重量，机动性会严重受限，坦克就会变成战场上的铁棺材。所以想要提高生存能力，继续加厚装甲已经行不通了。于是主动防御系统成为新坦克的标配。不过德国为豹3加装的主动防御系统属于软杀伤，并不是战利品、竞技场之类的硬杀伤。就目前来看，豹3的防护交给了亨索尔特和 KNDS 公司。德国要求阿尔特开发 MUSS 多功能自我保护系统的 Plus 版。当前的 MUSS 系统主要使用红外和激光传感器来探测敌方导弹或火箭弹，监测到敌方目标后便发射红外信号干扰弹或烟雾弹，干扰敌方导弹的制导系统，使其偏离目标。与战利品、竞技场 M 这种硬杀伤的主动防御系统相比， MUSS 系统的反应时间更短，可以在几秒内探测并应对威胁，并且减少了对周围友军的附带损伤。目前已经在美洲豹步兵战车上使用。不过这种系统主要针对制导导弹，对动能穿甲弹的防护能力有限。至于豹3采用的 MUSS 系统会有哪些方面的升级，目前还不得而知。但德国国防部在招标计划中提到了一个词——猫眼效应，这是指光电装备的光学窗口对入射激光的一种反射特征。简单来说，升级后的 MUSS 系统探测到来袭导弹后，就会在1/几秒内启动对抗措施，
是敌方导弹的光学设备过载，也就是打瞎敌方导弹的双眼，专业术语叫炫目。最后就是豹3的机动性，这点就比较好说了。德国国防部委托 KNDS 公司开发一个完整的动力系统，包括发动机、转向装置、手动变速箱、冷却装置等，要求尽可能多的使用豹2的现有组件，以降低研发成本。不过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，豹3不会使用 MTU 公司的发动机，而是使用利伯海尔公司的发动机。在德国这边，这还是比较稀奇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利伯海尔公司仅为黄鼠狼1与 KF41山猫步战车研发和生产过发动机，并没有坦克发动机的研发经验。而 MTU 公司则是豹2的前发动机制造商，经验与技术都是一流的。不过既然德国选择了利伯海尔公司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。关于豹3的动力，德国目前并没有透露太多，毕竟豹3现在只是一个计划。2025年2月初，德国联邦国防军才公布豹式坦克全面升级招标计划书、竞标企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、测试结果或样品，到2026年或2027年才会出现，大约到2030年代，豹3才会正式装备部队。单从已经暴露的性能来看，豹3完全可以成为准4代坦克。如果在炮塔上加几个无人机发射器，内部系统可以指挥无人车的话，豹3就是不折不扣的4代坦克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德国明明只需要一款过渡型号，那为什么要费大力气研制一款新坦克，而不是对豹2进行升级呢？现在的主战坦克已经经历了3代，第一代坦克指的是2战后诞生的一系列坦克，比如美国的 M48、德国的豹1、英国的百夫长与酋长。与之前的坦克相比，第一代坦克加强了防护和机动能力，火力、装甲与机动这3个指标成了坦克发展的维度。第二代坦克则是 M1A1，德国的豹2，大多是配个微光夜视、3防系统和更好的装甲。第三代坦克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型号 M1A2、挑战者2、豹2 A5，主要升级都是围绕热成像仪的猎歼先进火炮系统与运动射击能力，再先进一点就是增加主动防护与城市作战套件。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，坦克的发展速度越来越慢，直到现在，第4代坦克是传统火炮还是动能炮，属于传统布局还是新布局都没有确定，这就需要各国自己根据对未来战场的预想决定自家坦克的性能。对于德法而言，这个要求并不难，毕竟是老牌强国了。但如果是联合研发的话，那就要另当别论。没有已经确定的性能，也就意味着可以随意发挥。而德国与法国都有自己对未来战场的想法，很难谈到一起。之前甚至还有消息称，德法的 MG42 项目面临崩溃，虽然最终又走到一起，但项目已经延期。距离 MG42 项目彻底完成需要20年的时间，在此期间会发生什么意外，谁也说不准。为了避免项目再次延期，德法就要提前对 MG42 项目做一些准备。一定程度上来说，德国研发新坦克可以为 MG42 项目做一些技术测试，以防再次延期。而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， MG42 项目与豹3有很多相似之处。MG42 的重量预计在50至60吨之间，配备130毫米或140毫米滑膛炮，采用模块化装甲和主动防护系统，以提高防御能力。成员减少至2到3人，甚至实现无人化操作。以上这些东西，德法具备一定的基础，可以提前进行测试。如果豹3可以顺利建造，那么德国就可以对这些技术进一步升级，再转移至 MG42 项目。除了这些， MG42 项目还需要先进传感器、通信和数据链系统，与其他作战单元进行协同作战，并具备指挥无人战车与无人机的能力。以上这些高大上的东西，德法就需要慢慢来了，毕竟急也没用。其次就是应对未来战场。乌俄战争爆发之后，战场上那些废弃的坦克都在挑拨欧洲各国的神经。为了自身的安全，欧洲已经很多年没有大幅度更新的坦克，直接进入高速发展期。比如德国之前公布的 KF51 130毫米主炮可以发射无人机，配备主动防御系统。法国更是直接整了一个口径140毫米的 ASC ALON 滑膛炮。如果在2030年代德国推出的豹系坦克与现在没有太大的差距，那么豹子就可以与国际市场说再见了。而且在未来战场之上，更远的射程、更强的防护也是必然。豹2的性能已经不够看了，如果不对其进行大范围的改进，上战场就是被开罐。最后就是预防 MG42 项目再次延期。虽然豹3可以对 MG42 项目进行技术测试，但还是那句话，未来如何没人知道。如果 MG42 项目真的又因为一些原因延期，豹3凭借着自己的性能也能再撑一段时间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豹3这种全新的坦克可以适应未来战场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火力军的看法是可以。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，坦克的作用都是攻坚，需要在前方开路，防御与火力是重中之重。火力军就以这2个方向来预测豹3的战场表现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在未来战场，无人机只会越来越多，敌方的探测范围也会比现在更远，这就需要坦克的防护更强。
面对无人机，豹3这种软杀伤的 MUSS 系统要比硬杀伤目标更好用。在面对饱和式打击时，硬杀伤的战利品竞技场 M 还需要操心拦截弹是否够用的问题，重新安装又是一个难题。而 MUSS 系统没有拦截弹，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，只需要考虑电量。只要后勤能跟上，豹3的 MUSS 系统可以一直开。至于火力方面，132毫米炮已经足够了，坦克在市区内或者近距离直接交战时，射程更远更占优势。豹3只要比那些老旧坦克更强就行了。此外，火力军总觉得坦克近距离对战的场景不会频繁出现，考验的更多是双方的侦察能力，然后就是无人机与火炮的任务了。总的来说，作为豹2与 MGCS 之间过渡型号，豹3的性能已经足够了，不仅可以适应未来战场，也能提前为 MGCS 项目做技术测试。至于豹3会不会延期，火力军的看法是不会。虽然豹3采用了很多新技术，但都是基于现有技术进行升级。豹3与 KNDS 公司之前公布的豹 2A、RC 3.0 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所以就火力军而言，豹3不仅不会延期，甚至还能提前进入部队服役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豹3什么时候才能进入现役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